儿媳妇坐月子最苦最累的时候，你不管不问，等她熬出来了，你却理所应当的要求她伺候你、孝顺你。人心都是相互的，婆媳更是将心比心，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？我孩子出生后，婆婆立马人间蒸发，我妈却上门给我带了18年的孩子，却不想我儿子刚上大学，我妈拎着破布袋准备回老家，而婆婆却拉着一个大行李箱要在我家常住。妈，您真的要走？婉婉啊，浩浩都上大学了，我也该回老家了。你好好跟铁牛过日子，别惦记我。妈，您这是……老婆别愣着了，我爸妈这次来是常住的，以后咱们一起尽孝。哎呦，亲家母这就要走啊？大孙子上大学了，你确实该回去了，理所应当的嘛。妈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，亲家母能住18年，我们当公婆的倒不能住了？妈，你先别走，我送你。送什么送？你妈又不是不认识路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我自己走。那是我妈，凭什么不能送？你妈来了就可以。我妈在这里带了18年孩子。婉婉别管妈了啊，我也是时候该回去了，好好生活，不要吵架了。满意了吗？摆着冷脸给谁看呢？好像我们多欺负人似的。妈，他就那脾气，过2天就好了。让开！我不让，必须跟我妈说句客气话，不然今天谁都别想安生。我跟她道歉，没必要吧？喂，是飞哥搬家公司吗？我要搬家，现在就要帮我把3室1厅全部搬空。现在，女士，这都凌晨1点多了。我出10倍价钱，给我10分钟之内到。18年，我就攒下这些东西。谁呀？大半夜的。你好，飞哥搬家公司，是林小婉女士吗？搬家？搬家？搬什么家？谁让搬的？这上面所有登记在我名下的东西，全部搬走，一件不留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敢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林家的。张女士，每一件物品的发票和购买记录我这里都有，你要不要看看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？你，苏婉晴，你疯了！大半夜你闹什么？我的天啊，这是造了个什么孽呀？娶了个这么狠心的儿媳妇儿啊！张女士，您别演了，这18年您在哪里？浩浩发烧50度，是我妈背着他跑医院；浩浩开家长会，是我妈顶着大太阳去的；晨晨考上大学，是我妈高兴的流了3天眼泪。您呢？您给他换过1次衣物吗？我身体不好。身体不好？那您现在怎么有力气来常住了？全部搬完了，一共装了40车，您跟车吗？跟，辛苦你们了。林小婉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最后后悔的就是没能早一点离开你。林女士，这套2室1厅，全款180万，首付60，您看。就这套，全款，写我母亲的名字。林小婉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你把家里搬空了，我爸妈连坐的沙发都没有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爸心脏不好，你把他气出问题怎么办？你爸心脏不好，那你怎么不早点接他们来享福，非要等浩浩考上大学才来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离婚。让他离，让他离！看他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怎么过！
是小婉啊，你真跟他提离婚了？妈，还没走程序，但我已经决定了。你这个傻孩子，妈受点委屈算什么？你一个女人离了婚，带着孩子，妈，我问你，这18年你过得开心吗？我只要你好好的。妈，从现在起我要你开心，我也要开心，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了。林小婉，你还知道来？你把家搬空了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我说了，离婚。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好过日子，行不行？为了浩浩，行不行？都过去的事了，还提他干嘛？一家人哪有那么多计较？你当着我妈的面让他走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他是我唯一的亲？有没有想过我也会心痛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非要把这个家弄散了才甘心？这个家不是我弄散的，是你亲手毁掉的。离婚协议书我会让律师寄给你。王铁牛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你爸妈，也不是浩浩，而是你。在你心里，你的原生家庭永远是第一位。我和我妈所有的付出，你都觉得是理所应当。林小婉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早点离开你。怎么会是0？不可能啊！20年的夫妻情分，就抵不过一次转账的时间。王铁牛，你够狠！妈说的对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陈律师，你好，我是林小婉 ，A 大03级中文系的。小婉是你？天哪，好久不见！上次同学聚会你怎么没来？雅茹学姐，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官司，你在哪里？我过去找你。小婉，雅茹学姐，麻烦你跑一趟。别客气，说正事。你刚才电话里说，你丈夫在你提出离婚后转移了全部共同财产。对，一共7位数，全部转到他父亲名下了。这是他转账的时间，我提出离婚的第2天早上，分批转的12批，每批都不超过5万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。银行对大额转账有风控，审核超过5万会触发延迟到账。他分批次转就是为了避开审核，让钱秒到账，说明他是早有预谋。小婉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。第一，你们结婚多少年了？20年。第二，你婆婆是不是一直没怎么照料过孩子？别说照料孩子了，浩浩出生那天她都没来医院，我妈第2天就从老家赶过来，一待就是18年。第三，你公婆这次突然来常住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比如特别着急或者特别理直气壮？他们是浩浩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3天来的，一个大行李箱，连招呼都没打就直接上门。王铁牛说要接他们来养老，时间点太巧了，浩浩刚走他们就来了，这不是养老，这是打算把你母亲挤走。挤走？把你妈逼走，让你情绪失控，主动提离婚，这样你就成了不顾大局的人，他就能名正言顺地转移财产。所以这18年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个一心顾家的人，我妈就是免费帮衬我们的长辈，所有付出都理所当然。小婉，别急着伤心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合法维权。我问你，那些大件家具家电的发票你还有吗？有，全部都有。我习惯把所有重要票扫描存云端。好，那这场仗我们赢定了。第一，我会立刻向财产法院申请冻结王有才名下的那笔钱，他1分都动不了。第二，除了转账记录，我还要你母亲18年的居住证明、照顾孩子的证人证言，还有你儿子的证言，这些都能证明你对家庭的付出远远大于王铁斗。第三呢？第三，房子。你说房子是王铁牛婚前全款买的，对吗？写他一个人的名字。对，难道……我查过了，那套房子当年他买的时候从银行贷了30万，半年后还清的。关键是还款的钱是从你们的联名账户出去的，这意味着你参与了婚后还贷。可是才30万，而且半年就还了。那套房子现在市值涨了多少？学区房至少5倍吧。差不多。
那30万贷款对应的增值部分，你现在有权利要求补偿，按5倍算就是150万，加上还贷部分的本金，保守估计200万。我可以分那么多？不是可以分，是必须分，这是法律给你的权利，不是你求来的施舍。请问是王铁牛先生吗？是我，怎么了？这是官方的文书，请您签收。传票？什么传票？林小婉女士起诉您离婚，同时申请了财产保全。您父亲王有才名下的账户已经被冻结，这是裁定书副本，请您查收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快？王先生，请签收。真的走这么绝？铁牛，你爸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林小婉她起诉我了，还把爸的账户冻结了。什么？他凭什么冻结你爸的账户？就凭我把钱转到爸名下了？他说这是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。什么恶意转移？那是我们老两口的养老钱，他凭啥说是他的？妈，那笔钱本来就是我们夫妻的共同存款，法律上有一半是他的。一半？他林小婉家在我们家20年，吃我们的，住我们的，还好意思要一半？吵有什么用？铁牛，你那个律师怎么说？王先生，这个案子有点棘手啊。厉律师，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。那笔钱是我爸妈的养老钱，不能让他分走。首先，您转移资金的时间点非常不利，在对方提出离婚的第2天，这在法律上很容易被认定为恶意转移。其次，您转给的是您父亲，虽然说是养老钱，但你有没有书面协议或者证人能证明这笔钱的用途？这没有，那就很难办了。现在最麻烦的是，法院已经冻结了您父亲的账户，这笔钱您动不了，他也动不了，只能等判决。那房子呢？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他总动不了吧？房子的事儿我也查了，您当年买房时贷款30万，婚后半年还清的，对吧？对，但是这钱是我自己还的。问题在于还款的钱是从你们的联名账户里，联名账户里的钱法律上默认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所以您相当于用共同财产偿还了婚前债务。那他要分多少？按现在的市值，那套房子至少值500万。婚后房贷部分加上对应的增值部分，对方可以要求补偿150万到200万。200万？他想什么呢？王先生，您先别激动，这只是对方的诉求，我们可以谈。如果您能和解，可能不需要赔偿那么多。和解？他把我爸妈的账户都冻结了，这叫和解？我要反诉他！王先生，还有一件事我得提醒您。什么事儿？您公司的账没问题吧？如果对方查到您有什么财务问题，那就不只是离婚官司了。我能有什么问题？我清清白白的。那就好，我只是提醒你，离婚官司最容易牵扯出其他问题。小婉，收到消息了吗？王铁牛父亲的账户已经冻结了，他1分钱都动不了。谢谢雅茹学姐。对了，王铁牛那边有什么动静？他请了个李律师，在到处打听案件细节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线索，我查到他公司采购部有个叫周小婷的新员工，去年刚招进来的，26岁。周小婷，这名字我没听过。我暂时没有证据证明他和王铁牛有私人关系，但时间点太巧了。周小婷入职后，王铁牛经手的几笔大额采购供应商都换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提醒你，如果以后需要扩大调查范围，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走。目前先把财产保证和离婚官司打好。周小婷，26岁，供应商。去年王铁牛有3个月频繁出差，每次回来都很晚。我问他去哪儿了，他说陪客户。有一次我洗衣服，从他衬衫领口发现一根很长的头发，不是我的。我当时没多想，以为是公司女同事的。林总，不好了！楼下大厅来2位老人，拉着恒富在哭闹，说你侵占他们养老钱。保安怎么劝都不走，好多其他公司的人在围观。恒富上写的什么？
林小婉侵占家产，还我养老钱。知道了，我马上下去。张法务带上录音笔、摄像机跟我去1楼，另外通知安保部，对方如果持续扰乱秩序，就准备报警。既然非要把事情闹大，那我就把真相说清楚。老天爷啊！这儿媳妇卷走我们家的钱，把我儿子逼得没处落脚，还冻结了我们老两口的养老钱啊！这是要断我们的活路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听说是这公司的领导把公婆养老钱冻结了。不会吧？看着挺体面的一个人。林小婉，你还敢出来？你赶紧打电话给法院把钱解冻，不然我今天就不走了。阿姨，您冷静点。别管我，我待我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赵女士，这里是办公场所，不是吵闹撒泼的地方。我吵闹撒泼？你把我们家搬空了，把我们老两口的养老钱冻结了，你还有脸说我吵闹？养老钱？你们说的这笔钱是从我和王铁牛的联名账户里转走的夫妻共同财产，而且你们拿到钱的第一件事不是存着养老，是打算给一位叫周小婷的女士支付购房款。什么给外人买房？用夫妻共同财产给别人买房？你胡说什么？什么周小婷？我根本不认识。那您听听这个，这是我家，我爸妈来是天经地义，你妈一个外人总住着算怎么回事？赶紧让她走。赵女士，您听清楚了吗？您儿子赶我妈走的时候说的是外人。我妈在我家带孩子带了18年，给浩浩洗尿布、做饭、接送上下学18年了，一天都没断过。您呢？您给浩浩洗过一次澡吗？开过一次家长会吗？原来是这样，这老人也太不讲理了。18年不闻不问，现在来抢房子住，还倒打一耙。人家母亲不带了18年孩子，怎么就成外人了？你瞎说，你污蔑！这钱是我们老两口的养老钱，你瞎说！养老钱？那请您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您儿子把钱转到您老伴账户的当天下午，您老伴就去银行柜台要把其中70万转给一个叫周小婷的女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银行有转账记录，法院有调查令。您要我把转账截图打印出来，贴在这面墙上给大家看看吗？林小婉，你陷害我们，你肯定是伪造的，我要告你诽谤！张法务，报警。喂，公安局吗？这里是雨婷大厦1楼，有人寻衅滋事，公然诽谤，扰乱办公秩序，请你们马上出警。你报警？你凭啥报警？我找我儿媳妇说理也犯法吗？第一，我和王铁牛的离婚官司已经法院立案，我们目前处于诉讼阶段。第二，你们在公共场合拉横幅、造谣、诽谤，扰乱办公秩序，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。第三，既然今天大家都在，我就把话说清楚。我叫林小婉，是这家公司的市场总监。我跟王铁牛结婚20年，我母亲在我家照料孩子18年，我公婆也就是这2位，18年来很少照料孩子，也没承担过相关费用。浩浩刚考上大学，他们就提着4个大行李箱来了，要在我家常住。我母亲因此搬离，我提出离婚。随后王铁牛把我们夫妻20年的共同存款一夜之间全部转到了他父亲名下。这是转账记录，这是法院的财产保全辞定书，那笔钱已经被冻结了，谁都不能动。这是王有钱试图转账给周小婷的记录，周小婷是王铁牛公司的员工。至于这笔转账的缘由，大家可以自行判断。转70万给外人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还让爸妈来闹事，真是刷新3观。你胡说！那个周小婷是我儿子的同事，借钱给他买房，怎么了？借钱？借条呢？利息呢？还款日期呢？是谁报的提醒？是我。这2位老人在这里拉横幅，传播不实信息，扰乱办公秩序，持续近1个小时。我们有全程录像。穿冰色多扣衣服的保安同志，我就是来找我儿媳妇说理的，我没犯法。阿姨，配合问询是公民义务，您要是不配合，我们可以请您到相关场所配合问询。穿保安制服多扣衣服的同志，我就是个普通老太太，我不懂法呀，我就是想找我儿媳妇要回我们的养老钱。阿姨，
您说的养老钱经查证是从您儿子和儿媳妇的联名账户转出的，这笔钱您儿媳妇申请财产保卷，法院批准冻结，这是合法的。那是我儿子的钱，我儿子给我们的怎么就成了他的了？夫妻结婚后的收入，除非有特别约定，否则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您儿子要给您钱，必须征得您儿媳妇的同意，他没有经过同意就转移，这就属于恶意转移财产。还有这种说法？林小婉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把我妈弄到保安室，你满意了？是你妈自己扰乱公共秩序进来的，不是我推进去的。她要是不拉横幅、不造谣，穿便服的保安会请她来配合调查吗？小婉，我求你了，你撤诉行不行？你把账户解冻行不行？我爸妈真的受不了这种刺激。王铁牛，你爸妈受不了刺激，那我妈呢？你当着她的面让她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她受不受得了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给我次机会，我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？20年，我以为他会变，结果他什么都没变，只是更会装了。我没等到他回头，我等到的是我自己。小婉，有进展了。什么进展？周小婷的孕检记录，王铁牛陪她去做产检的医院监控截出图，还有他们在售楼处的认购意向书，我们都拿到了。市妇幼的记录显示，周小婷孕16周。16周，那时候他正跟我说要带我去旅游。对，在3个月前，他穿着你给他买的那件灰色羊绒大衣，扶着他，还提着保温袋。市中心楼盘380万，首付120万，其中你支付的70万就是从你们账户转出去的那笔，也就是他转给他爸又试图转给到周小婷的那笔钱。而且我让人查了周小婷的银行流水，他个人账户里根本没有70万存款，这70万就是王铁牛通过爸的账户中转想传给他的。16周，那就是4个月。浩浩高考前，他天天说加班应酬，原来是陪别人去做产检。小婉，你要是难受就别憋着。我不难受，我为他付出过太多，现在不值得了。这个楼盘是不是在王铁牛公司附近？对，开车不到10分钟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去年他跟我说公司附近开了个新楼盘，想去看房。我说我们家已经有房子了，再看房干嘛？他说投资嘛，万一以后浩浩结婚要用。我当时还觉得他挺有远见，所以他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。看房，认识周小婷，安排她入职、怀孕、买房，每一步都是计划好的。雅茹学姐，这些证据能坐实他婚内出轨和恶意转移财产吗？铁证如山。孕检单上的云州结合你们婚姻存续期间的时间线，完全可以证明他是在婚内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，并导致对方身体少孕状态。转账记录和认购意向书可以证明他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给第三方，这2项叠加，他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应当少分或不分。那我主张他少分财产，依法维护我的权益。没问题。另外，关于他那套婚前房的还贷补偿，我也算清楚了，35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350万？之前不是说200万吗？房子现在的市价比之前估算的更高，我找评估公司重新做了见证，加上你这18年对家庭的隐形付出，照顾孩子、操持家务，放弃多次升职机会，法官在教理时会酌情倾斜。雅然学姐，他这种情况会有刑事责任吗？离婚官司不会直接导致刑事责任，但是如果他在公司有经济问题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你上次说的周小婷入职后换了供应商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？还在查。他入职后有3家供应商突然中标，都是王铁牛亲自拍板的。这3家供应商的背景我让人去摸了，都跟王铁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浩浩，吃饭了吗？妈，爸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你要跟他离婚，还说你把家里搬空了，把爷爷奶奶的钱冻结了，让他们连饭都吃不上。浩浩，这件事很复杂，电话里说不清楚。这个周末你回来，妈妈当面跟你说，好吗？好，妈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外婆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我的大孙子回来了。妈，这房子是你买的？对，上个月买的，写的外婆的名字。这18年，外婆为我们付出了太多，我想让她晚年有个安稳的家。外婆，对不起，我以前总觉得你住在这里是应该的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对不起？外婆乐意，外婆看着你长大，比什么都开心。客厅里，林小婉把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浩。
包括王铁牛婚内过错、转移财产、涉嫌职务微观的事。浩浩，这就是全部真相。妈妈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只是想依法拿回属于我们的权益。妈，我支持你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浩浩，你不怪妈妈吗？爸爸妈妈离婚，你的家就散了。妈，那个家早就没温度了。从我记事起，爸爸就很少在家，他一年到头出差应酬加班，家里所有事都是你和外婆做的。我生病是你和外婆带我去的医院，我开家长会是外婆去的，我考上大学时，外婆高兴的哭了3天。她凭什么让外婆走？她凭什么？妈，如果需要我出庭作证，我随时都可以。我会告诉法官是谁把我养大的，我要为外婆和妈妈讨回一个公道。妈，外婆，我永远都是你们坚强的后盾。铁牛，你别喝了，对身体不好。妈，你说他会原谅我吗？林小婉，我们结婚20年，他从来没跟我红过脸。这次是不是我做太多了？什么做太多？他把我们家都搬空了，他还有理了？你别喝点酒就犯糊涂。妈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小婉，我好像真的错了。铁牛，我警告你，你别想着跟他复婚。现在他是铁了心要跟我们争，你跟他服软，他只会更嚣张。那我怎么办？爸的账户被冻结了，我的卡也被冻结了，我连律师费都快付不起了。你冲我们发什么火？有本事你去找他呀！换了新车，买了新房，还请律师冻结了我爸的账目。林小婉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们全家逼上绝路才甘心？王铁牛，搞清楚状况，钱是你婚内恶意转移的，家是你为了给你爸妈腾地方亲手毁掉的，我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合法权益。算我求你，你把账户解冻行不行？那钱真是爸妈的养老本，我们20年夫妻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你的好聚好散，就是把我妈赶出家门，把家里所有钱一夜之间转走。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他一路尾随我，麻烦你把他请出去。如果他再出现在小区，我会直接报警。好的，林女士。你做的对，对待不讲道理的人绝不能心软，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。请问是林小婉林姐吗？我是，你是哪位？我叫周小婷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林姐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给你打电话，但是我走投无路了，我只能找你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？王铁牛的手机里存的。林姐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我想跟你见一面，当面说。时间地点？明天下午3点，城南的漫咖啡，我订包间。林姐，你放心，我一个人来，不会带任何人。小婉，怎么了？谁打的电话？妈，没什么，一个工作上的人约我明天谈事。这样啊，把汤喝了，早点睡吧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林姐，坐。说吧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这里面是王铁牛这3年里在公司违规操作、做假账的全部证据。你为什么给我这个？你知道他爸妈怎么对我的吗？他妈打电话骂我，说是我勾引他儿子，让我拿钱出来帮他打官司。他爸更过分，直接找到我租的房子，说如果我不拿钱就去我老家闹。所以你来找我是想揭发他？我是想自救。林姐，这些是他在公司做假账的明细，他跟3家供应商串通，抬高采购价格，差价进了他的私人账户，总额237万。我帮他经手过一部分转账，我手里有银行流水和聊天记录。林姐，这些东西交给你，你想交给公司还是警方都行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20万，拿了钱，我立刻离开这座城市，回老家重新开始。周小婷，你几岁了？26。我26的时候，浩浩刚上幼儿园。王铁牛跟我说他要在外面多挣点钱，让我多顾着家里，我信了，一顾就是18年。林姐，对不起，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。周小婷，第一，这20万我不会以私人名义给你，我会以购买商业违规线索的名义，通过律师的账户转给你，每一分钱都走正规流程，合法合规，可以。第二，
拿了钱之后，你要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全部跟警方和公司审计说清楚，不能隐瞒。如果你敢撒谎或者隐瞒，我会依法追究你的责任。我答应你。第三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留不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但我要提醒你一句，不要因为一时的错误就否定自己的人生，未来的路还长，想清楚再做决定。林姐，你不怪我吗？怪你？我更清楚，做错事的核心是那个骗了你也骗了我的男人。小婉，你知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吗？证据？不，你拿的是能证实王铁牛职务犯罪的关键证据。你看，这是他跟3家供应商的往来账目，采购价被抬高了30%到50%，差价通过第三方账户中转，最后进了他的私人账户，总额237万，按刑法属于数额巨大。能定什么罪？2宗罪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职务侵占罪，数罪并罚，会面临5年以上有期徒刑。这种级别的经济犯罪，公司一定会追查到底。王铁牛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，还要赔偿公司损失。他名下那套房子，原本咱们只能要求补偿350万，现在公司可以申请强制拍卖，用来赔偿公司的损失。也就是说，他最后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全部代价。婚内过错少分财产，承担职务犯罪的法律责任，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那就按正规流程走，把证据提交给相关方。我会把证据整理成2份，一份提交到王铁牛公司的审计部和董事会，另一份直接交给市公安局经侦大队，全部走正规举报流程。所以下季度的采购成本可以再压缩5%。我建议，王铁牛先生，我们是集团审计与核证部门的，有几笔采购账目需要您配合说明，请跟我们回公司审计部协助调查。天哪，王总被带走调查了！我早上听说是采购上出了问题，200多万呢。喂，你说什么？王铁毛被带走了？不可能，你骗我！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王铁牛被穿便服的保安带走了。有才，我们的儿子被带走调查了。同志，我儿子到底犯了什么事儿？他才30多岁呀，不能有事儿啊！阿姨，具体情况不便透露，您儿子现在已经配合接受调查，您可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寻求帮助。请律师？我们哪有钱请律师啊？我们的钱都被冻结了。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？赶紧想办法借钱。小婉，有进展了。王铁牛今天下午被公司停职了，警方也依法将他带走调查。经侦大队那边效率很高，证据链完整。他认了？认了。违规收受回扣237万，职务侵占80多万，加起来300多万。他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，没想到留下了完整的证据链。周小婷怎么样了？他拿着约定好的20万买了回老家的火车票，走之前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谢谢你，希望他能重新开始吧。小婉，还有一件事儿，离婚官司的判决书下来了。结果呢？王铁牛婚内出轨，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资产，法院判决他在财产分割中少分，被冻结的夫妻共同存款全额划归你所有。名下那套房子的婚后还贷及增值补偿350万也判了。由于他现在身负经济案件，无法支付补偿款，法院依法将那套学区房强制拍卖执行。小婉，你终于可以开始新生活了。雅蓉学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维护了合法权益。谢什么？这是我的工作，而且能帮你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，我也很高兴。妈，法院判了，夫妻共同财产都归我了，房子的补偿也拿到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妈，我们可以安心过日子了。好，好，妈就知道老天不会亏待好人。小婉，排骨你想吃红烧的还是糖醋的？浩浩小时候最爱吃我做的糖醋排骨，每次都能多吃1碗饭。妈，您做什么我都爱吃，不过浩浩周末回来还是做糖醋的吧，他肯定高兴。好，好，好，糖醋的。这孩子
也不知道在学校吃的好不好。妈，您看这张，浩浩4岁的时候非要骑在我脖子上看烟花，结果把我的发卡都拽掉了。哎呦，我记得，那天你头发散了一脸，跟个疯婆子似的，浩浩还哭着说妈妈变成妖怪了。还有这张，您带着老花镜给浩浩缝校服，针脚密的，跟缝纫机踩出来的一样。行了，别翻旧账了，我一个老太婆也就会这点手艺。妈，外婆，我拿到国家奖学金了，1万块，我给你们买了礼物，周末回去。好，妈给你做糖醋排骨。Love you。 18年的付出，我以为我困住了自己，原来我赢回的是全新的生活和自己。妈，谢谢你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谢谢？谢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。你是我女儿，我不为你为谁？